马来西亚市场又多了一台本地组装的 B segment SUV， 这一台就是广汽传祺影速 GSC GS3 M Zoom， 它的英文名叫 M Zoom， 中文名叫影速。直接对手就同样是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Proton X50、吉利缤越和 Chery Omoda 5， 他们都是本地组装的 B segment SUV。那在看影片的这个时候呢 ，WTC Automotive 已经推出了在 Sergambut 组装的版本，从126,800块起，比之前从中国 CBU 进口的便宜了2000块，所以现在已经停止接单 CBU 的版本。所以现在就简单跟大家分享看一下，如果 compare to Omoda 5跟 Proton X50 这个126,800块的 GSC GS3 M Zoom，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那在我身旁的这一台 GAC GS3 M Zoom， 这名字很长，我们就叫它 GS3 好了。那这一台 GS3 就采用了盔甲之翼的前脸造型，然后这个是 Salt Lake Blue 盐湖蓝，再搭配这个橙色的边，因为这个是 R Style 的 Body Kit。所以我之前介绍 X50 的时候，我说它在网站上面放中国钢炮不服来战，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钢炮，因为它不管是外观造型非常的 sharp， 非常的尖锐，它连后面的排气管也是中出排气管，还可以去打开那个阀门那个电子 flap， 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车子啊，它跟 Omoda 5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它们都是比较年轻、比较大胆、比较前卫的一种设计。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觉得这一台车子你喜欢吗？还是你觉得什么颜色比较好看？车身轴距方面 ，Proton X50 是2600mm，Chery Omoda 5是2630mm，GS3 就是2650mm，是3款当中轴距最长的。再来车长4410mm，也比 Omoda 5跟 X50 还要来得长，这也就是它的一个优势，车子比较长、比较大。那再来这边也用了这种电动车常见的隐藏式车门手把，能够提高这个空气力学效益等等。然后这边有一个 roof rail 车顶架，但是它不是那种实心，它是空心的啦。然后作为一个 B segment SUV， 当然后轴用的是 torsion beam 的非独立式扭力梁悬挂，这个非常 common。一般上 B segment SUV 都是这样子，你要买到 C segment 以上才会给你 multi-link 多连杆。那也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它的行李箱空间也稍微比对手们大一点点。再来就是轮圈的话，它用的是18寸的轮圈，这个是70990的 Century 轮胎，18寸轮圈，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就是赢在它比同级对手还要来的长。上车 OK。在中国的 SUV 还没有进来马来西亚市场之前，玻璃车顶、玻璃天窗是一个相当高配的东西。你either要买到很贵的车，或者买到很高配的车，才会给你这个东西。当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纷纷把这个东西列为标配。那这个 GAC GS3 啊，它的后排空间呢，真的已经非常接近一个 C segment SUV 的长度，至少我要翘脚，然后中间整个地板是整个是平的，连凸起来、隆起来一点点都没有。所以你坐在这边呢，只是头会动到车顶，因为这边还是 stoop 下来这样子。把 overall 来讲，以这个位置，它可以讲是比同级的对手们还要来的优秀，因为这边整个是平，然后我这样躺的话又还有位置，所以后排要坐3个人是少数后面可以坐3个人的 B segment SUV。然后这边同样提供一个扶手给你，坐在这边有一个冷气出风口，一个罢了哈，可以调左调右，然后下面有一个 USB Type A 的接口。整个质感上啊，用了蓝色缝线皮革包裹，全部都是 soft 的东西，没有全部啦，这边还是 hard plastic，but it's okay， 因为车身就用了这种黑色、蓝色混搭的颜色，然后60/40，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伸手去后面，后车尾门。在2024、2025年，你想要买一台 B segment SUV， 坐上来车厢，你第一个最在意，你对一个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说它有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Phone Mirroring 的功能。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总之就是10.25寸的这个中央荧幕，然后它有搭配6个 speakers 的这个 DTS 的音响系统，所以荧幕的像素算是非常的高清了。然后你推车的时候，它也可以显示这个360度的环景摄像镜头。
它有点接近时下的电动车，就是将所有东西都在荧幕里面去调整，包括你的 driving mode、comfort mode、eco mode、sport mode， 还有 current mode setting， 你的 power steering 它叫 steering wheel force， 它很多很直译的英文中文啦。EPS style 跟 exhaust 的声音都能够去调整。那我上一次介绍到可以这样主动开关这个 exhaust flap 的就是 AMG 的车型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是没有打开，现在已经打开了 ，sorry。OK， 我关闭。虽然马力扭力并不是说哇300匹、400匹，但是至少它可以给你有这种300多匹的感觉 ，right？ 然后电子仪表板这个很普通的东西，大家都能够给到你。然后它有没有 head-up display？ 它没有抬头显示仪然后这个 steering 我觉得美中不足就是它没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因为这个车子的声音啊，你会一直想要去 downshift 给它放炮，梆梆梆梆梆梆，可是你要 downshift， 这么没有的呀，所以。质感方面就跟后面一样，整个都是皮革包裹软质塑胶，做起来的话，它并不是说太过有特色啦。2块电子荧幕，然后方向盘就是一个 G 的 logo，有很多这种独立按钮快捷键，可以切换不同的 pattern， 还有这个 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跟 Type C， 还有12V 的 socket。Yeah，that's it。这台 GAC GS3 采用 1.5L 的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器变速箱，说它的动力上有177个 PS 跟270 Nm。那 Proton X50 也是 1.5L Turbo， 也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也是177 PS， 不过扭力就是255个 Nm。当然，这个 GS3 跟 X50 最大的不同是。它这个是 4 cylinder 4气缸，那 Proton 就是3 cylinder 3气缸，所以 Proton 少掉一个气缸，每一粒 piston 比较大个。所以这台车子它提供给我们3种驾驶模式，有 Eco、Normal 跟 Sport。我刚上车的时候，他们预设是 Eco mode， 所以我怎样驾都整个很不顺啊。那个动力它来到有些快，有时慢，有时慢，有时快这样子。可是我回到 Comfort mode 就稍微好一点，但 Comfort mode 呢还是会 feel 到那一种，你看啊。所有的 Turbo 引擎都会有 Turbo Lag， 不管你是 Volkswagen， 你是奥迪，你是 BMW， 你是 Mercedes-Benz， 你是 Renault， 大家都会有。可是这个 Turbo Lag 在GAC GS3 身上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你知道吗？它的那种已经不能够叫 Turbo Lag 了，它完全就是有时差。其实有时候你没有点油了，它后面还有一股力推上来，或者有时候你要加速，然后你要等到另外一边天亮了它才来这样子砰。然后它不是没有力啊，不要误会啊，它是很有力、很强劲、很澎湃，这个叫巨浪动力。我很少看到引擎盖上面有中文字的啦，叫 Mega Wave Power 巨浪动力。它有力是肯定有力，有力过 X50， 有力过 Omoda 5，Omoda 5是 CVT，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拿出来讲这样子啦。所以可是它有力有到啊，我就想起如果你有看 The Boys， 你就知道这个我想起了 Ryan 啊。那 Ryan 就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小孩子，然后他还不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超能力。他爸爸只是叫他轻轻推一下那个抢匪，可是他一推那个抢匪就直接飞到对面那栋 building 的墙上面，整个烂掉了。所以这个GS3 就有给我这种感觉，他不是没有力，他有力，可是他来得太过暴力，太过怎么讲？太过不懂得收放啊。我们讲收放自如嘛，这个车是他收不到，他放得很开这样子。然后我还只是在 normal mode 我还没有说去到我还在 comfort mode， 我还没有去到所谓的这个 sport mode 运动化驾驶模式。所以我们现在类似你看，我现在 Apple CarPlay 我要切换模式，我要按回 GAC， 我要去 sport mode。OK，sport mode steering sport everything sport，exhaust 的 flap 也打开，过弯。当然，这种 B 7 SUV 用 torsion beam， 所以它的整个底盘比较硬，对操控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啦，只是对乘坐来讲，它比较难去应付这种高低起伏的路面。可是你讲过弯的话，
你可以 feel 到它有那一种 Volkswagen 德系车、欧系车的那种底盘，你知道的，你一过弯你就知道这个车子到底是 SI 还是 BSI， 它的底盘刚度、扭转刚度够不够？我觉得是够的，整个悬挂的扎实度等等都不会说让你没有信心。至少在过弯这方面，我觉得它是比很大声，它是比价位相近的中国系的 SUV 还要来的好，因为你说126,800块，这个价钱也不可以说它贵，也不可以说它便宜，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110千、120千这边找刺啦。OK，even 是 X50 也是下到这样子，然后这个 Chery 的 Tiggo 7， 为什么我讲 Omoda 5， 我们讲 Tiggo 7呢？因为 Tiggo 7 1.6 L Turbo， 然后 因为 Tiggo 7已经打到 Omoda 5了，把 That's another story 啦，所以它最直接的对手其实是 Chery 的 Tiggo 7， 可是因为它的外观造型，我会觉得它是拿来打 Omoda 5的。这个 GSC GS3 啊，它 target 的客户群应该是更年轻，甚至比 Omoda 5还要年轻。你会花126,800块来买一辆 GS3 的朋友，我相信你要求的东西肯定，第一个你不想要买 Proton， 很肯定的，你不想要买 X50， 你不想要买 X70， 然后你可能也对 Chery 不是这么有信心。那这个Warisan Tanjung Automotive WTC Automotive 他们代理的这个广汽传祺，因为广汽嘛，大家都知道，它过去就是在中国广汽本田、广汽丰田，还有广汽有各种的合资品牌、合资公司，所以就中国的这一种品牌来讲中国的自主品牌来讲，广汽它是比较多合资经验，然后它也可以从其他的厂商借鉴吸取到一些经验，然后再去打造出他们自己的这个传奇系列，所以它叫传祺。我们会中文的人就不要叫传祺了，我们叫传祺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它是广汽传祺，因为它现在在舍甘布的厂组装，舍甘布也就是原本这个单中做给Subaru的 contract， 但Subaru XV Forester 没有在马来西亚组装过，那个厂就拿来做这个 GS3 M Zoom， 跟过后还会有一个叫 M Cool 的 C segment SUV， 所以全力加速 Go， 真的是巨浪啊！你可以 feel 到那个巨浪啊！好，还是一样的，因为它的 exhaust pipe 之大声，引擎之大声，动力之澎湃，你会一直想要 pedal shift 的嗡嗡嗡嗡嗡嗡嗡。不过它没有这个变速箱，只是 D 跟 S 两种变速箱，甚至没有那种降档的感觉啊。从我刚才介绍到现在，我驾驶动力过弯，当然小瑕疵是肯定有的啦。你知道吗？就是引擎顺不顺，变速箱顺不顺，你需要时间去抓它啦。它是一种节奏，那个球拍那个乐器，它几时按大声，几时小声。你在做一杯 espresso 的时候，你要12秒、23秒的味道都会不同。所以这个放多少分、放多少秒，这个东西完全要看车主自己去拿捏。所以我相信，第一批 GS3 Malaysia 车主已经慢慢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方式。所以我刚才发现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台 GS3 它没有传统的 blind monitoring 盲点侦测系统。就是说，它在照后镜这边呢，你是看不到它有提示灯会发亮，还是在这边闭了没有？它完全没有，只是说你打左边的 signal， 它就会出左边的 lane watch camera， 你打右边的 signal， 它就会出右边的 lane watch camera。但是你也可以关掉，所以如果你关掉了的话，你在打 signal 的时候，它这个 blind spot camera 就不会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只是说它的 frame rate。它的 frame per second 有一点慢啊，就是怎么讲？你看，它不是那种 live view 这样子啦，它会有一点点跑掉，但是so far是 OK 啦，至少它给你两边 OK 加速，不够大声 ，sport mode， 哇 brake。车重是比对手们稍微重一点啦，它大概是1400多公斤，它的对手都在1300多，但是这些重量基本上是供你参考而已，因为他们在定磅的时候通常是用比较轻的东西去称，所以在 highway 驾是蛮好驾的一个车子。所有的 turbo 车的特性就是走慢慢，
很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越走越快就越爽越舒服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经常跑 highway 的人，你比较少在市中心塞车走停 GS3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这样子。加速 ，OK， 我 try 看哈，我要打左边的星呢，还是不能够了，要真的要去适应这个东西。我知道中国左驾版本有很多人驾了很多里数很多年，可是我们还是想要听马来西亚的车主，马来西亚的第一批车主，你们遇到了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欢迎留言给准备正在考虑要买广汽传祺影速 GS3 M Zoom 的这个朋友一个心理准备，他们会遇到什么，或者说他们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所以影片的最后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